大家好，歡迎來到山道川的頻道。在紅香露營區住了一晚之後，我們也迎來這趟旅程的第二天。簡單的喝上一杯熱咖啡，整理好裝備後，我們將繼續完成另一半的逆行產業道路。今天我將一路前往清境、武里，再沿着中橫公路騎向太魯閣。一切準備就緒，跨上我的小黃駒，讓我們去拜訪久違的武里。在騎上紅香支線的時候，我還是屢屢望向昨日露營區的山谷。短短一個晚上的停留，讓我對這片山多了一份熟悉，也留下一段難忘的回憶。眼前的這片山谷，也許短時間不會再來，但我希望把它最美的模樣收藏在記憶裡。離開紅香露營區，重新回到頭89鄉道後，接下來就是逆行產業道路的下半段。我反而覺得這一段的路況比昨天騎過來時更加多變，也更加艱困。一路上可以看到不少坍方的痕跡，有些路段至今仍在維修當中。或許是因為下半段不像前半段有幾個比較大的聚落，平時通行的人車也比較少，道路維護相對不易，因此沿途看到的坍方與施工路段也明顯更多。幸好經過昨日的充分休息，精神恢復不少，面對這樣的路況也能從容許多。不過，在一路顛簸的情況下，我發現後方的行李開始有些鬆動。騎車的同時，我除了要專心注意路況之外，還得不時留意後面的行李，生怕一個大坑洞，行李就整個飛走了。或許是因為一早趕着出發，再加上有些裝備沒有折疊很確實，所以剛剛在捆綁行李的時候，沒有像第一天那麼扎實。果然沒多久，行李還是有些鬆脫，我只好找一個比較安全的地方停下來，把所有行李重新固定一次，以免接下來的路段發生意外。從紅香露營區騎了約50分鐘後，我們接上台14甲線，也代表着我們正式完成了逆行產業道路的挑戰，來到前往清境的道路。
一進入清境，沿路傑比林次的商店與民宿，讓我瞬間有種從深山回到文明世界的感覺。雖然清境本身也是位於山區的一座山城，但和剛剛經過的紅香部落以及地形產業道路沿線的聚落相比，這裡已經熱鬧許多，也讓人感受到截然不同的氛圍。隨着海拔越來越高，沿途熟悉的清境商店與景點也開始一一映入眼簾，也不由得讓我想起3年前曾經帶着全家一起來清境天空步道的那一天。一轉眼又過了好幾年，當時的我怎麼也沒想到，下一次再回到這裡，竟然會是起重機，重新踏上這段旅程。而路過翠峰之後，道路開始一路往上爬升。或許是因為前一天已經在紅香露營區住了一晚，身體多少適應了高海拔的環境。雖然停下車走路時還是會感覺有點喘，不過除此之外，並沒有出現高山症的症狀。而一路上也看到不少自行車友正努力往武嶺攻頂，每每看到他們，心裡都不禁佩服他們驚人的體力與心肺能力。繼續往上走，道路也開始變得越來越狹窄，尤其在許多看不見對向來車的髮夾彎，每一次進彎，我都會刻意放慢速度，並盡量靠右行駛，替自己保留更多的反應空間。有好幾次，就在準備過盲彎的時候，對向剛好出現滿載蔬果的大卡車，也再次提醒我，在這樣的山路上，防禦性駕駛真的非常重要。越往高處走，眼前的山巒也一層一層地舒展開來，路旁的景色也從茂密的森林漸漸轉變成整片山坡盛開的高山杜鵑。站在護欄旁邊往山谷望去，原本經過的聚落早已縮成一個個小點，而剛剛一路走來的道路也慢慢留在了身後。當我們繼續往上騎，對面的山景也逐漸清晰了起來。中央山脈著名的奇萊山群就這樣靜靜地矗立在眼前。望着那綿延不絕的山勢，我的心也開始慢慢激動了起來。我喜歡站在高處，看着山路上的車流，有人正在出發，也有人正在返程，而我
就站在兩段旅程交匯的地方。或許旅行就是這樣，有人告別今天，也有人正迎向屬於自己的風景。看着太魯閣國家公園的界碑與遠方的合歡山東峰相視而望，也吸引了許多遊客駐足拍照，留下屬於自己的回憶。或許多年以後，當大家再次回到這裡，也會和我一樣感嘆時間過得如此之快，曾經留下的身影，不知不覺也成了一段歲月。轉眼之間，我們終於抵達了今天第一段旅程的目的地——武嶺。睽違許久，我終於又回到這裡了。站在武嶺牌樓前，遠眺着對面中央山脈群峰，腦海浮現當年照片裡的自己。那時還是剛畢業的毛頭小子，一轉眼已成了中年大叔。我忍不住想問候對面的山爺爺：這25年來，你們好嗎？這些年來，台灣歷經了無數次的地震與風雨的侵襲，而你們依舊挺起脊梁，默默守護着這片土地。而我呢，已從當年的小伙子成家立業，為人父母，中間有起有落，也走過不少低谷。但是我很高興，今天的我依然能像25年前那樣站在這裡望着你們。只是現在的我，也和你們一樣，需要挺起脊梁，守護着我的家。我許下心願，盼25年後還能騎着重機再來拜訪你們。拍完武嶺標高牌之後，順着公路往松雪樓方向前進。面對眼前巍巍而立的群山，內心的悸動依然難以平復。我總覺得，再好的攝影器材都很難記錄當下的氛圍與身歷其境的震撼。希望在觀看影片的各位朋友，在天氣晴朗的時候，能夠親自來到這裡，感受中央山脈的壯闊，親眼見證這片護國群山的偉大。
依照計劃，我順着台14甲線往大禹嶺方向前進，準備接上中橫台8線前往太魯閣。其實第二天的回程比較近的路線是在經由梨山、宜蘭，沿着台2線回到基隆。但出發前得知，光源往太魯閣方向在端午連假期間暫停交管。既然氣象預報是大晴天，當然要把握這個難得的機會。我想再去一趟太魯閣，看看2年前地震之後，究竟它變成什麼模樣。途中，我在碧綠神木稍作休息。停車場遇到3位年輕小哥，看着我車上滿載的行李，好奇跑過來搭話。聽說我是騎機車露營，他們滿臉驚訝，也顯得興致勃勃。看着他們結伴騎車的身影，不禁讓我想起學生時代。那時我也常跟同學騎着單車，跑遍基隆大大小小的山海景點，真懷念那份純粹的熱血與友情。相逢即是有緣，也祝福這3位小哥一路平安。離開碧綠神木之後，眼前的景色開始悄悄改變。大理岩峭壁漸漸取代了沿途的森林，也提醒着我，太魯閣已經在眼前了。穩住腳步，接下來即將正式進入壯麗的峽谷路段。中間還有一個小插曲，接近天祥之前，要連續穿越好幾座隧道，而且大部分都沒有照明。戴着太陽眼鏡騎進去的瞬間，眼前直接一片漆黑，幾乎看不清前方的路況。還好，我立刻把太陽眼鏡摘了下來，不然在這種一明一暗、不斷進出隧道的路況下，真的相當危險。如果大家也有機會跑中橫或其他山區道路，建議進入這類沒有照明的隧道前，把太陽眼鏡摘下來，安全還是最重要的。
接着，我們來到了中橫，進入太魯閣最重要的據點之一——天祥。我記得幾年前來這裡時，遊客絡繹不絕，停車場幾乎一位難求，商店和便利商店也十分熱鬧。但這次再回來，即使正值端午連假，眼前卻是一片冷清，人潮稀稀落落，和記憶中的天祥判若兩地。2年前4月的花蓮大地震，重創了太魯閣，也讓這座曾經熱鬧的山城，至今仍在慢慢復原。過了天祥之後，眼前的峽谷景色也漸漸變得更加開闊，更加壯麗。但沿途堆放的工程材料，以及一處處仍在修復中的痕跡，也不斷提醒着我，這片美麗的山河曾經遭受過多麼巨大的創傷。面對眼前依舊壯闊的景色，心裡卻多了一份說不出的唏噓。接着，我們慢慢進入太魯閣峽谷最壯麗的路段。眼前的峽谷依舊令人驚嘆，鬼斧神工的景色依然讓人屏息。只是曾經絡繹不絕的遊客，如今已不復見，沿途顯得格外安靜。這片世界級的峽谷是台灣最珍貴的自然瑰寶之一。真心希望有一天，能夠慢慢撫平地震留下的傷痕，再次以最壯麗的面貌迎接每一位遠道而來的旅人。今天早上7點多，我從紅香露營區出發，一路沿着力行產業道路，經過清境、翠峰、武嶺，再翻越大禹嶺，最後來到太魯閣。短短1天之內，我們從海拔1000多公尺，一路爬升到3200多公尺，再沿着中橫，一路下降到200-300公尺。雖然只是1天的旅程，卻仿佛穿越了2個截然不同的世界。很慶幸這趟旅程遇見了最好的天氣，也遇見了最美的風景。更重要的是，讓我完成了一場等待25年的久別重逢。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次力行產業道路以及中橫太魯閣的旅程。如果喜歡我的影片，也歡迎按讚、訂閱、支持我的頻道。我是山道川，我們下次山道見。